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中，总会遇见一些特别的存在，他们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清澈和纯净的气质。不论他们经历了多少挑战、困难和考验，他们的内心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纯真和善良。这些人就像是一面明镜，反映出生活中的美好与平和。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不禁深思，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如此坚强和透明，甚至保留着一份孩童般的纯真。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在我们的生活中，偶尔会遇到一些灵性高的人，他们的存在犹如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些人不仅内心纯净，而且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展现出顽强的韧性。他们的灵性修行过程不仅启发了自己，也影响了周围的人。灵性高人通常拥有独特的特质，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稳定。他们通过不断的内省与反思，培养出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与理解。他们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平静，如何在他人身上发现共鸣，从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流露出真诚的关怀与支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会被外界的喧嚣所淹没，迷失在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日常中。然而，灵性高人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与成就，更是追寻内心的宁静与真实。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关注自己的内心，如何在纷扰中寻找安宁，如何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通过探索这些灵性高人的特质及其修行方式，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这不仅是一种对生活的重新审视，也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旅程中，我们或许能够超越外界的纷扰，找到那份源自内心的力量，进而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与机遇。内心的宁静是灵性高人的重要特质之一，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仿佛在喧闹的环境中拥有一片清幽的天地。与外界的噪音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宁静并不是对外界的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与接纳。灵性高人懂得，生活中难免会有风雨与挫折，而这些正是成长的催化剂。他们在经历痛苦时，不是急于寻求解决办法，而是选择停下来，静静感受内心的波动。这种勇气让他们能够在逆境中不断探索自我，不断洗净内心的杂念。内心的宁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倾听他人的声音。他们往往具备高度的共情能力，能够在他人未表达之前就察觉到对方的情绪变化。这种敏感与洞察力使得他们在与他人互动时能够给予及时的支持与安慰。正因为他们内心的宁静，才能以一种温柔的方式面对周围的人与事。此外，灵性高人还明白，
真正的宁静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条件，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觉悟。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保持着一颗开放与包容的心。这种心态让他们在遭遇不如意时，不会过于焦虑或失落，而是以平和的姿态去接受，并从中寻找意义与成长的机会。这种内心的宁静也让他们对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充满了感激。无论是平凡的日常，还是偶然的惊喜，他们都能够从中找到美好之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让他们在日常琐事中也能发现灵性与智慧的光芒。正是这份内心的宁静，使得他们在追求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从容与坚定，成为周围人心灵的慰藉。高度的共情能力是灵性高人的另一显著特质。这种能力让他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展现出深刻的理解与关怀。灵性高人不仅能感受到他人情绪的细微变化，还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体验到他们的感受与经历。这种深切的共情使得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能为他人提供真实而有效的支持。这种能力的形成源于他们内心的宁静与开放。他们不急于评判他人，反而愿意倾听与理解。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中，朋友可能会分享自己的烦恼，而灵性高人总是会耐心地倾听，直到朋友愿意自我表达。此时，他们的眼神中透出一种温暖与理解，仿佛在无声地告诉对方，我在这里，完全接纳你的一切。正是这种无条件的支持，让他人感到安心，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灵性高人的共情能力不仅体现在个人关系中，也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当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或他人的痛苦时，这种共情驱使他们积极行动。比如，看到弱势群体的困境，他们不仅会感同身受，更会努力发声或提供帮助，力求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正因如此，他们在社会中常常成为他人心灵的支柱与引导者。此外，灵性高人的共情能力还使得他们在群体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身边的人常常会被他们的情感共鸣所吸引，愿意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这种深度的情感联系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也让他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成长。在这些互动中，他们不仅传递了爱与关怀，也收获了人生的智慧与灵性启迪。这种共情能力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尊重与理解。灵性高人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与困扰，尊重他人的感受便是尊重自己。这种理念使得他们在面对各种人际关系时，始终保持着一份同理心。他们的共情并不局限于语言上的安慰，更是通过行动与存在，让他人感受到爱的力量与支持的温暖。这种能力不仅是他们灵性成长的体现，也是对人类互助与理解的积极回应，让他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成为了一道温暖的光。
在灵性高人的生活中，宽容与理解是他们与他人相处的重要基石。这种宽容不仅仅是表面的包容，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接纳，能够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当遇到他人的缺点和不足时，他们不会立刻表现出批评和指责，而是选择从更深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灵性高人深知，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伴随着挫折与挑战，自己的经历与他人的经历并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他人的错误常常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们的亲人可能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出现情绪失控，灵性高人对此并不会感到愤怒或不满，而是选择耐心的倾听与安慰。他们会以一种包容的姿态，让亲人知道，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都在努力。正是这种理解与接纳，帮助他们与亲人之间建立起更深的信任与亲密感。宽容与理解在灵性高人的生活中还体现在他们对待不同文化和信仰的态度上。在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往时，他们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愿意倾听对方的故事与信仰，尊重彼此的差异。这样的态度使得他们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能够在多样性中找到共同之处，促进理解与和谐。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灵性高人通过与不同国家的代表进行深入对话，分享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最终让与会者们在差异中发现了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宽容与理解还使得灵性高人能够在冲突中保持冷静。当面对意见不合或矛盾时，他们不急于对立，而是选择冷静地分析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之道。这种能力让他们在团队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意见，推动团队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灵性高人常常能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不会让一时的情绪遮蔽了理性的判断。他们的宽容与理解为团队带来了和谐与效率。这种宽容与理解的力量，不仅让灵性高人建立了深厚的人际关系，也让他们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获得了平静。他们明白，生命中不乏挫折与挑战，而对他人的宽容，最终是对自己的宽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灵性修养，也以身作则，影响着周围的人。灵性高人的存在，宛如一缕阳光，照亮了他人心灵的角落，让宽容与理解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在灵性高人的生活中，保持赤子之心是他们内在品质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这种赤子之心意味着对生活的好奇和对世界的热爱，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纯真和无畏的态度。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灵性高人不容易被现实的压力所压垮，反而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新的体验。灵性高人以儿童般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
愿意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微小却美好的细节。在一次户外活动中，他们可能会在花丛中发现一只美丽的蝴蝶，或者在雨后的小路上观察到雨滴在夜间上闪烁的光芒。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都充满了无限的惊喜与感动。他们的赤子之心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简单而纯粹的方式去享受生活的每一刻，体会生命的美好与奇妙。与此同时，保持赤子之心也让灵性高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真诚。他们会用心倾听他人的声音，关注对方的情感需求。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们会表现出孩子般的纯粹与诚恳，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或虚伪的伪装。在这样的互动中，他们不仅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也能够深入到对方的内心，建立起真实的连接。这种真诚的沟通让灵性高人获得了深厚的人际关系，朋友们都愿意在他们身边倾诉自己的心声，感受到无条件的支持与理解。赤子之心还体现在灵性高人对自我的认知上，他们能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感到沮丧，反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行。这种勇敢面对自我的态度，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进步，而不被世俗的标准所束缚。他们明白，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学习与探索，而保持赤子之心则是保持灵性成长的关键。此外，灵性高人也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去影响周围的人，他们的积极态度与纯真情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生活中的美好。在一次社区活动中，灵性高人通过自己的热情与投入，激励着参与者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这种从内心散发出的正能量，宛如春风拂面，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与安宁。在灵性高人的生活中，赤子之心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简单与纯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正是这种赤子之心，让灵性高人的生命如涓涓细流，流淌着无尽的智慧与爱，让他们的灵性之旅更加丰盈而充实。灵性高人拥有一种整合生活各个面向的独特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多元的生活环境中找到和谐与平衡。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对立面相互协调，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和应用，将工作、家庭、社交、精神修养等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不仅仅是各个领域的堆叠，而是一幅由多种色彩交织而成的美丽画卷。在工作中，灵性高人并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成就，他们明白，职业生涯应该与个人的价值观和灵性成长相一致。无论是在职场上处理事务，还是在团队中合作，他们都会努力将灵性原则融入到工作当中。例如，
在面对工作压力时，他们不会选择逃避，而是利用冥想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找到内心的平静，从而更清晰地应对挑战。这种灵性的实践让他们在职场上不仅能发挥出色的专业能力，还能营造出积极的团队氛围，推动同事之间的合作与支持。在家庭生活中，灵性高人同样展现出整合的智慧。他们深知家庭是灵性成长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注重与家人的沟通和情感交流。他们会花时间与家人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无论是孩子的成长故事还是伴侣的工作烦恼，都能得到充分的倾听与理解。通过这种方式，灵性高人不仅与家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还能在家中创造出一个充满温暖与爱的环境，帮助每个家庭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成长与探索。灵性高人对社交生活的整合也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情感智慧。他们与朋友的相处不再是单纯的社交，而是深度的灵魂交流。在与朋友的聚会中，他们不仅分享生活的喜悦，还倾听彼此的困惑与挑战。灵性高人善于引导这样的对话，让朋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感悟，激励朋友们走向更高的自我，彼此在灵性的旅程中共同成长。在精神修养方面，灵性高人会坚持每日的冥想与自我反思。这不仅是一种放松和释放压力的方式，更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他们通过定期的灵性实践，来整合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和感受，使其成为自我成长的养分。这种自我审视的过程，使他们更加清晰自己的目标与方向，进而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中保持一致性。灵性高人对于整合生活的各个面向的能力，使他们在不同的角色中游刃有余，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无论是作为一名职场精英、家庭的支柱，还是朋友的倾听者，他们都能在各个领域中找到平衡，体现出一种生活的智慧。这种整合不仅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他们在每一次的经历中都能感受到生命的深刻与美好，成为真正的灵性引领者。质疑的重要性在于，它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和重新审视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这种探索并非是对现状的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求知欲望，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理解世界。灵性高人深知，质疑是成长的催化剂。在他们的灵性旅程中，质疑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更是一种深度自省的实践。通过质疑，他们能够打破自我设限，扩展内心的边界，从而在灵性上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体验。质疑也鼓励灵性高人去发掘真理与智慧的更深层面。许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固有的观念和习惯而错失许多宝贵的洞察。灵性高人通过不断提问和探讨，使自己在面对各种观点和信念时，
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并不害怕挑战权威或传统，而是将这些质疑视为深入了解自我与世界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能够发掘出更具个人意义的真理，也能够激励他人去追寻自己的灵性觉醒。质疑的过程还涉及到对情感与思想的深入理解。在生活的不同阶段，灵性高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困惑。通过质疑自己的情感反应和思维模式，他们能够识别出潜藏的信念，甚至是那些限制自己的负面情绪。这种深入的自我反思让他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更加冷静与理智，从而找到更合适的应对策略。质疑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更是一种促进内心转变与成长的力量。在社交关系中，质疑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灵性高人通过提出问题，激发朋友与家人之间的深层次对话，帮助彼此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与感受。他们鼓励他人去质疑自我的局限与外在环境的影响，进而实现更深层的自我认知。这种质疑不仅促进了情感的交流，也增强了人际关系的信任与支持。此外，质疑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更广泛的思维方式。在灵性修行中，灵性高人常常会对自己的信念体系进行审视，思考其背后的根源与影响。这种反思不仅让他们更加清晰自己的信念体系，也使他们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更新自己的视野。通过质疑，他们不仅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也能从多元的文化与哲学中找到更为丰富的灵感。质疑的力量在于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与进化。灵性高人通过质疑，不仅挑战自我和外界的限制，也为自己和他人的灵性觉醒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开放的态度让他们在灵性探索的旅程中始终保持好奇心与热情，勇敢地走向未知的领域，从而真正实现内心的自由与成长。在灵性探索的过程中，弹性与开放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品质。灵性高人明白，生命的旅程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变化与挑战的交织。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他们能够保持内心的柔韧，迅速调整自己的思维与情感，以更积极的方式迎接变化。这种弹性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体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勇气。灵性高人常常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比如意外的生活变故、人际关系的摩擦，或者内心的动荡。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人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可能会感到无助或困惑，陷入消极情绪之中。然而，灵性高人通过培养弹性，能够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成长的机会。他们会认真审视自己的情感反应，并用开放的心态去探讨背后的原因与影响，从而实现自我觉察与转变。开放心态是与弹性密不可分的，
灵性高人愿意聆听不同的观点与体验，无论是在冥想中，还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他们始终保持一颗开放的心，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信息。这种心态使他们能够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避免因固执己见而错失成长的机会。灵性高人的开放心态还鼓励他们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挑战自己的思维框架，从而拓展自己的视野与理解。弹性与开放心态在灵性修行中也体现在对自我限制的反思。许多人往往被自身的信念所束缚，难以突破内心的界限。灵性高人则通过质疑自我，反思固有的观念，努力打破这种限制。面对自己的不足与弱点，他们不会选择逃避，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这一切，并从中寻找改进的方向。这种积极的自我对话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自我认知，也激发了更深层次的内在潜能。此外，弹性与开放心态还体现在灵性高人如何与周围世界互动。无论是在工作、家庭还是社交环境中，他们始终以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他人。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他们能够以开放的心去接纳差异，尊重他人的选择。这种包容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也让他们在多元的交流中获得了更多的启发与成长。在灵性成长的旅程中，弹性与开放心态是通往内心自由的重要途径。灵性高人通过不断的实践，培养了这种心态，使他们在变化与不确定中，始终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能够轻松地调整方向，灵活应对，从而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平衡与安宁。通过这样的内在修炼，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我成长，也为他人提供了宝贵的灵性引导与支持。在灵性探索的过程中，面对力的拥抱是一种深刻而又重要的体验。灵性高人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的对立与矛盾，光明与黑暗，喜悦与痛苦，爱与恨。这些对立的存在并不是单纯的对抗，而是构成了生命的完整性。灵性高人懂得，只有通过拥抱这些对立，才能够真正理解生命的丰富与多样。面对力的拥抱首先体现在自我内心的和解中。灵性高人明白，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光明与阴影，快乐与痛苦。许多人在面对自身的负面情绪时，往往选择压抑或逃避，试图追求完美的自我形象。然而，灵性高人则会选择面对这些内心的对立。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通过自我反思与内观，将痛苦和恐惧转化为成长的动力。这种自我接纳的过程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情感中找到平衡，进而实现内心的和谐。在与他人关系的层面，面对力的拥抱同样显得尤为重要。灵性高人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来自不同背景、
文化和价值观的人们，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产生对立。面对这些分歧，灵性高人不会急于批判或排斥，而是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努力去理解对方的感受。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而是对他人体验的尊重和包容。他们能够从对立中看到共同的人性，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与苦难。这种共情能力使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拥抱对立还体现在对生活挑战的积极应对上。灵性高人明白，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往往与成长紧密相连。他们不畏惧面对这些挑战，反而将其视为学习与成长的机会。在面对逆境时，他们会用开放的心态去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他们深知，挑战与困难是生命的一部分，而真正的灵性成长正是在这些经历中得以实现。灵性高人还善于在对立中寻找平衡，他们懂得生活不可能是绝对的黑或白，而是灰色地带的结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他们会努力在各个方面寻找和谐的路径，比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个人需求与他人期待之间寻找平衡。这种能力不仅让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保持冷静与清晰，也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智慧的方式来引导他人，帮助他人找到内心的平静。面对力的拥抱让灵性高人在人生旅程中更加从容与自在。他们不仅接纳内心的对立，还将这一态度扩展到生活的各个层面。通过拥抱对立，他们实现了内心的整合与和谐，同时也让周围的人感受到这种力量与智慧。最终，这种对立的拥抱不仅使他们的灵性修行更加深刻，也让他们在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平衡与宁静的状态。在灵性高人的旅程中，孤独感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很多人一听到孤独这个词，就觉得它充满了负面情绪，像是生活中不想碰触的阴影部分。但对于灵性高人来说，孤独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能够与自己深度连接的机会。其实，孤独并不等于寂寞，它更多像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一种摆脱外界喧嚣后，能够听见自己真实声音的状态。他们懂得走在灵性发展的道路上，有时候是一个人的路。当他们远离了世俗的嘈杂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孤独感变成了一种必要的体验。它让他们有机会与自己的内在对话，发现那些平常在热闹中被忽略的情感和想法。灵性高人在这段时间里，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当然，孤独感也不总是那么容易被接受。就算是灵性高人，也会有那么一些时刻，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抛下了。朋友在聚会，家人在欢笑，而自己却仿佛处于另一个次元。不过，他们也很快意识到，孤独其实是自我成长的一部分，是生命的自然节奏。就像潮汐一样，
有时需要退却，才能让内心的海岸线重新显现出来。这种孤独并不让他们感到脆弱，反而是一种力量的源泉。当他们能够真正拥抱这种孤独时，内心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他们知道，孤独感不仅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还是一种提醒，生命中的美好往往需要独自一人去感知和体会。当别人忙于追逐外在的成功与认可时，灵性高人更愿意花时间去探索内在的世界。这种孤独感正好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而且孤独感也让灵性高人更加珍惜与他人的连接。当他们从孤独中走出来，再次融入社交圈子时，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更加深刻。他们不再只是为了消除孤独而寻找陪伴，而是带着一种更成熟的心态去和别人互动。这种从孤独中汲取的力量，使得他们在人群中更加从容，也更加能够在情感上给予别人支持。所以，对于灵性高人来说，孤独并不是一种需要避免的状态，而是一种自我滋养的方式。它让他们得以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重新回到人群中更有力量的机会。孤独感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完整、更加智慧的体验。随着灵性高人的成长，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往往也会经历显著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对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更深刻的理解。最初，他们可能会在传统的职场环境中工作，承担着日复一日的繁忙与压力。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许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社会地位的认同，但随着灵性意识的觉醒，内心的呼唤开始愈加明显。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灵性高人逐渐意识到，过去所追求的物质成功与外在认同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他们开始质疑，真正的职业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标究竟应当是什么？这种内心的探索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决定让生活的重心从金钱和名利转向内心的满足与使命感。他们渴望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支付账单的工作，而是一个能够体现自己价值、促进他人幸福的职业。随着这一意识的觉醒，许多人选择了与灵性、健康、艺术或教育相关的职业。他们可能成为了心理咨询师、灵性导师、瑜伽教练或是艺术家。无论选择哪种方向，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允许灵性高人在工作中践行自己的信念，帮助他人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在这样的职业中，他们不仅是收入的获得者，更是人们生活中的引导者和支持者。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样显著，灵性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内心的需求与自然的节奏。他们可能会选择简化自己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物质追求，重拾与大自然的联系，投入到健康饮食、冥想、瑜伽等活动中。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中，
他们找到了新的平衡与和谐，内心的宁静也愈发明显。与此同时，这种转变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伴随着社群的变化。灵性高人们开始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参与各种灵性聚会、课程和研讨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仅能够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见解，也能够汲取他人的智慧与灵感。通过这种互动，他们不断深化自己的灵性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向。这种职业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灵性高人不仅能够在个人成长中获得满足，也能够为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智慧激励他人，鼓励更多的人去追寻内心的真实与灵性之路。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旅程，更是对他人的奉献与爱的延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推动着整个社群的灵性觉醒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灵性高人们深刻地理解到，职业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自我表达，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寻与实践。在灵性高人们追求内心真实与灵性成长的过程中，外界的评判与嘲笑往往伴随着他们的旅程。这种评判并不是单纯来自于陌生人，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身边熟悉的人。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事，他们的反应可能是怀疑、冷漠甚至嘲讽，认为这些追求太过理想化或幼稚，并不切合实际。这种外部压力时常让灵性高人在信心和决心上遭受挑战。面对这样的反应，灵性高人们内心自然会感到不安和困惑。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思考自己所追求的是否真的有意义。尤其是在他们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修行、学习或分享自己的灵性经验时，外界的质疑声仿佛在不断放大，让人不由得想要退缩。在这种情况下，灵性高人们需要在内心找到一个平衡，坚定自己的信念，并明白真正的成长往往伴随着孤独和挑战。在一次次的自我反思中，灵性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外界的评判往往源于他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认知的局限。那些嘲笑和质疑，正是因为这些人未能体验到灵性成长的美好与意义，他们仍然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挣扎。因此，灵性高人们学会了以宽容与理解的心态来看待外界的反应，而不是让这些负面的声音影响到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一过程也促使灵性高人们更加坚定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开始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外界的评判无法定义他们的价值。他们选择用自己的实践来回应那些质疑，展示灵性成长带来的真实改变与内心的平和。虽然面对的可能是冷眼旁观与讥讽，但他们的坚定与勇气最终会在实践的积淀中得到认可。在此过程中，灵性高人们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将外界的负面评价转化为自身成长的动力。
他们开始用同情与理解去回应那些嘲笑与评判，将其视为自我超越的契机。这样的转变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内心韧性，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内外部的挑战都是提升自我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灵性高人们在面对外界的评判与嘲笑时，逐渐展现出一种从容与淡定。他们的内心宁静逐渐抵消了外界的喧嚣，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他们开始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起支持与共鸣的社群。在这样的环境中，灵性高人们不仅能够彼此扶持，更能够共同成长，分享灵性旅程中的点滴启示与经验。最终，灵性高人们在面对外界的评判与嘲笑时，拥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接纳。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挑战与磨难不过是推动他们不断前行的重要因素。随着内心的坚定与外界的联系，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灵性成长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也为周围人带来了启示和勇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灵性高人们实现了自我超越，真正感受到内心的自由与光明。灵性高人们的成长旅程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探索的旅途。通过不断的内省与实践，他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灵性认知，也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连接。在面对孤独、外界的评判和个人的挣扎时，他们学会了以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对立，质疑自我，并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自我整合。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宽容与理解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灵性高人们通过与他人的共情，感知到生命的复杂与多样，理解他人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他们用这种共情能力去接纳自我与他人，进而在不断的互动中增进彼此的理解。这种连接不仅让他们在孤独时不再孤单，也让他们的灵性实践更具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灵性高人们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追寻赤子之心与真实的自我。他们通过回归内心，放下世俗的纷扰与期待，重新发现生命的纯粹与美好。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成为了他们持续前行的动力源泉。在灵性的实践中，他们不断地整合生活的各个面向，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芒。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外界的评判与嘲笑依旧存在，但灵性高人们已经学会了将其转化为成长的养分。他们懂得，真正的成长来自于自我内心的坚定与信任，外界的声音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定义自我的标准。通过这种反思与转变，灵性高人们建立起了一种从容的态度，能够在纷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灵性高人的成长旅程不仅是个体自我超越的体现，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他们在挑战与挣扎中找到了自我，
经历了内心的蜕变，形成了对生命的全新视角。在这个过程中，灵性高人们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也为周围的世界带来了启示与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灵性成长不仅关乎个人的内心探索，更是对他人、对生命、对世界深切理解与包容的体现。最终，灵性高人们的旅程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每一次的挑战都是自我认识与成长的机会，每一份孤独都是内心静谧的源泉，每一个外界的声音都是探索真实自我的契机。在这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灵性高人们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每一个追寻内心真实与灵性的人勇敢前行，探索属于自己的光明与自由。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